1月初雪落，皇后许了个愿望，结果完全跟她希望的相反。2月大雪飞，国王捡了一只流浪狗回宫殿，他们成为了家人。3月暴雪吹，王子在梦中走进森林，只为了找回他的狗。王子看着镜子问：魔镜魔镜，我是世上最帅的男人吗？不，你是世上最可爱的人，魔镜说。王子瞪了他一眼，你的意思是我可怜没人爱？魔镜回答，没人爱没关系啊，这不是还有我么？王子摇摇头，失落地说，母后说我太自恋了，像是垃圾桶捡来的。一旁的小狗安迪汪汪2声，似乎很不满。魔镜替他翻译道，安迪说，那有什么，我还是被国王从路边的垃圾桶里绑回来的呢。严冬时节，鹅毛一样的大雪花在天空中到处飞舞着。王后坐在宫殿里的一扇窗户边，正在为她的女儿做针线活儿。寒风卷着雪片飘进了卧室，乌木窗台上停着一只五色鸟。她抬头向窗外望去，一不留神，针刺到了手，鲜红的血从指尖流了出来。有3点血滴落在雪上，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血滴，又看了看乌木窗。王后闭起眼睛，向雪之精灵许愿，希望我小女儿的皮肤白里透红，看起来像洁白的雪，头发像这扇窗般又黑又亮。可世事无常，她生出来的婴儿不是什么贴心小棉袄，而是体力旺盛的男孩。而且王后和国王都是白头发，小孩生出来自然也是白得发亮，倘若真是黑发，就得担心其他问题了。看来以后许愿要许实际一点的愿望。女人抱着小婴儿，哀伤地说。见到王后整日郁郁寡欢，罹患了产后忧郁症，国王十分焦急。某一日，国王带回来一条可爱的幼犬，送给了王后。狗狗的毛发是黑色的，如同王后曾经希望的那般乌黑亮丽。为了养好狗狗，他们一家到商店街采购了许多宠物用品。此刻，她终于重新拾起笑容，找回了生活的希望。他们从商店带回了狗窝、狗粮、狗专用沙发、狗玩具和一面华丽的镜子。卖给他们镜子的魔法师说，这面镜子有魔力，可以向他许愿。只要镜子能办到的事，他都不会拒绝。王后站在镜子前面，看了看镜中美丽的自己，露出自信的微笑。国王还有女仆们兴奋地围在她身旁，期待看到其厉害的效果。一开始，王后许愿说，魔镜魔镜，我想要肚子上的妊娠纹消失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在一瞬间，她的皮肤就回到了生孩子前那般光滑。因为国王还没思考好，就先由执事和女仆来许愿，作为他们认真工作的奖赏。我想要扫把变轻，我想要宝剑会发光，我想要鞋子变成皮鞋，我想变帅。半刻钟后，他们的祈愿每一个都实现了。虽然没有特别完美，但都有往期待的方向变化。魔镜简直就像是个神灯，还附带梳妆功能。其中一位犹豫着不敢开口的侍女，见到此景，立刻开心地朝魔镜大喊，魔镜魔镜，我希望有吃不完的点心和花不完的钱。愚蠢的人类，你太高估我咯！魔镜突然出声说话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原来这面魔镜能够与人类沟通。王后仔细地看了看他，温柔地道，魔镜，你好，我是这个国家的王后西斯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魔镜安静了良久，都没有回答。他似乎有些伤心，在场的各位就唯独他没有名字。叫静静吧，王子打破了沉默，说。好，以后你的名字就是静静了。来，大家都来抱抱她，欢迎静静加入我们的大家庭，王后笑着说。闻言，男孩第一个冲上去拥抱了镜子，他好像很喜欢这面能实现愿望的魔镜。静静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这个国家的王子，名叫蟋蟀白雪，他说。轮到国王，他有些羞涩，但依然在王后的推搡之下，伸手摸摸镜子，当作有和他打招呼。他看了看儿子，对魔镜许愿道，魔镜魔镜，我希望我的家人们快快乐乐过一辈子。
虽然魔镜没有回复，但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代表愿望即将实现。果然如国王所期待的那样，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，王后摆脱了忧郁，开始接受她生的是儿子的事实。看着男孩跟小狗玩得愉快，国王也倍感欣慰。那条狗性格稳重，甚至比人类幼儿还聪明，会阻止男孩做傻事，他终于不必再担忧儿子捣乱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男孩渐渐长大，挺拔的英姿已经能迷倒万千少女。而他们养的那只幼犬，也从可爱的小狗变成了凶猛的狼。父王，您确定安迪是比利时牧羊犬？王子犹疑地问。国王抹了把脸，咳嗽不止，尴尬地说：“安迪可能是狼跟狗的混血。”长大的安迪集优雅与力量于一身，肌肉强壮精实，身体像是铁打的一样，习惯在户外跑跳，跌倒翻滚都不容易受伤，而且能够承受说变就变的天气。王子蟋蟀每次出巡，都会牵着安迪上马车，一人一狗戴着墨镜巡过大街小巷，人们撒给他们的粉嫩鲜花，都是一束一束的，比王国第一帅哥骑士巡游时还多。果然比起帅气，可爱更有魅力。好景不长，安迪在某次生病后，健康急转直下。王子蟋蟀和国王王后，甚至全国上下都动员了起来，只为了救他们宇宙霹雳无敌可爱加威风凛凛、冰雪聪明、能辨认人类语言的国狗。医生们将安迪团团包围，而蟋蟀背着手站在角落，视线从未自狗狗身上离开。他十分紧张，拼命在心中向上帝祈祷。即使他们知晓老狗寿命有限，终究有离开的一天，也尽可能想让它无病无痛，安安心心的在睡梦中与世界告别。是安迪在那年冬天，为寂寥的家庭带来欢笑，为国家带来阳光。在10年后的这场大雪里，他却挨不住寒冬，缓缓地合上那灵动的双眼。雪花纷飞，狂风肆虐，枯枝一旦不慎被暴风吹倒，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我的安迪，我的宝贝啊！妈妈好想你！王后悲痛欲绝，无力的身躯倚靠在国王怀里，哭得肝肠寸断。一向不喜形于色的国王哽咽难言，看着棺木沉默了好久好久。而活泼好动的蟋蟀，难得在书房坐了一下午。他们将狗狗安葬在梨花树下，那是他生前最喜欢在那边躺着休息的树。告别式举行的盛大，几百个人都来哀悼，却没有一丝热闹的氛围。就这样，安迪永远地沉睡在了那个冬天。王子在房中来回踱步，眼角余光捕捉到亮亮的东西，立即转过身朝他奔去。他伫立在镜子面前，心情有些激动。魔镜魔镜，你可以让安迪醒过来吗？他问。可以的，王子殿下，梦里什么都有。魔镜回答。以往面对调侃，蟋蟀都会嘴回去，但这一次听了魔镜的话，蟋蟀立刻站起身，跳到床铺上，将自己用棉被团团捆住，仿佛真的期待在梦中见到心心念念的爱犬。这一夜，王子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。他梦见自己穿着裙子，走进幽暗的森林中。在荒无人迹的大森林里，十有八九会被野兽撕成碎片。他一个人非常害怕，在森林里到处徘徊，寻找出去的路。野兽在身旁吼叫，但却没有一个伤害他。到了晚上，他找到了一间小房子。当确定间房子没有人时，就推门走进去，想休息一下，因为他已经实在走不动了。一进门，就发现房子里的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十分整洁干净。桃木桌子上铺着格子花纹的布，上面摆放着小盘子，每个盘子里都装有食物。行走一路，他感到又饿又渴，也顾不得这是谁的了，走上前去拿起来就塞入口中。没味道，这些料理完全没有调味过。这盘没盐巴，那盘没蜂蜜，全是食物的原味，简直就像是狗粮。环顾四周，仔细观察桌角和沙发，那儿还留有安迪玩耍时留下的脚印。告别式整天都忍着没哭的蟋蟀，此时再也控制不住，眼泪有如泉水般喷涌而出。第二天早上，蟋蟀醒来后眼睛都肿了，
他一整个晚上都在梦里找安迪，却只能看见他行动的痕迹。王子注视了一会儿早晨的太阳，忽然伸手拉上窗帘，重新躲回被褥里，想再次进入梦中寻找安迪。其实他心底十分清楚，安迪已经成为天使了，但是他不想放弃，或者说，如果他放弃，又该如何面对这份忧伤呢？这一次进入梦中，终于没有穿裙子了，好险！他梦见有7只小狗在身旁，有吉娃娃、拉布拉多、西伯利亚哈士奇、腊肠犬、博美、马尔济斯和沙皮狗。它们长得超可爱，蟋蟀忍不住偷偷撸了一下它们的毛发。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离开小屋，出发去寻找安迪。走着走着，王子来到河边，湖中女神忽然冒了出来。她左手抱着佛罗里达黑狼，右手抱着比利时牧羊犬，温柔地问王子：“哪一只是你钓的爱犬呢？”蟋蟀再次抑制不住，泪洒当场。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捂住脸在湖边蹲了下来。过了许久，才抽抽噎噎地回答女神：“抱歉，它们都不是我的爱犬，安迪是一只混血狗。”顷刻，他便挂着泪痕在现实中醒来。因为睡了太久，也难以再入眠了。他小时候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，可是安迪不是昏迷的白雪，真爱之吻无法将他唤醒。安迪，我们给你准备鲜牛肉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骨头。安迪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吃巫婆给的毒苹果？为了提醒自己振作起来，蟋蟀离开了床，重新站到魔镜前，询问镜子：“魔镜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？”魔镜回答：“国王陛下。”王子不甘心，又对着镜子问：“魔镜魔镜，我是世上最帅的王子吗？”“不，你是世上最可爱的人。”魔镜说。王子瞪了他一眼：“你的意思是我可怜没人爱？”魔镜回答：“没人爱没关系啊，这不是还有我么？”王子气得的浑身都哆嗦起来，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回答，大叫道：“静静！我想要安迪爱我，不抛弃我，永远陪着我。为什么其他愿望都可以，这点小小的祈求你却做不到？”魔镜沉默不语。见他没有回答，蟋蟀愣了一下，难道魔镜终于能实现他的愿望了？魔镜魔镜，希望安迪永远陪着我们。王子小心翼翼地许愿。魔镜依旧沉默。王子喜上眉梢，抬起腿就朝狗屋的方向奔去。他花了一整个中午找安迪。狗窝、花园、大厅、餐厅、塔顶、厨房和茅厕都找过了，却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身影。当蟋蟀灰心丧志，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房间时，他发现有一名陌生男子坐在了他的床上。男人看起来比他大2岁，有着古铜色的肌肤，一头乌黑的长发散落在雪白的床铺上。“你是谁？”因为太久没有喝水，王子的嗓音有些沙哑。男人静静地注视着王子，欲言又止。王子才刚凑近，就看见了那棕色的耳朵正在晃动，他吃惊地后退半步，大叫道：“安迪！安迪，是你吗？”很遗憾的，男人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是静静。”静静少年站在床旁边，百感交集。最近心情大起大落太严重，加上1天1夜没有进食，头有点晕。魔镜通常对话最多的对象是王子，他只愿意跟善良温和的人聊天，所以才被摆到王子的卧室。但是今天，他受不了王子的迁怒，所以决定先不回应。没想到王子居然误解了他的意思。魔镜见王子就快昏倒，连忙伸出手扶住了他，将人打横抱起送进医护室。“你为什么要假扮安迪？好过分！”王子垂着手，气若游丝地埋怨说。魔镜眨眨眼，随后不悦地皱眉，说：“我没有形体，是因为你想要我常这样，才会看到这样。”王子遮住脸，不愿意面对。他确实想象过安迪变成人类的模样，一定很帅，很好看。也曾经打从心底期望魔镜可以变成人类，陪他一起玩耍，一起享用美食。好吧，虽然这些日子十分难挨，但起码发生了一件不错的好事。魔镜隔着棉被，
轻轻拍了拍少年的背，说道：“其实只要你们不忘记安迪，他就会在心中永远陪着你们。”我知道，但我真的很想安迪，暂时还没办法释怀。王子吸吸鼻子，倔强地说：“好了，吃点东西，别饿到安迪半夜来咬你。”魔镜把午餐端至床边，说。王子怔了一下，失笑道：“好啊，又不是没有被他咬过。捏造一只狗的幻象出来，我应该可以办到。”魔镜认真地说。蟋蟀犹豫一会，坚定地摇头，说道：“现在不需要了，我想静静。”想我？魔镜笑着问。不是，好，行，你说是便是吧。王子两手一摊，一副任由魔镜宰割的模样。也许生命的结束，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。我们可以永远抱着期待，爱就会永远的陪伴着我们。完。感谢阅读，爱你们。刚开始是想按原版的节奏写，没想到写着写着就变成安迪的故事了。宠物的魅力太大了。